居烈，你歇会儿吧。不行，居烈要保护小姐的，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莫姑娘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有个病人要见你。你是谁？我们小姐凭什么跟你走？居烈，这回应该没事。我准备好了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小姐，你带我去吧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我力气大，有我在你会安全一点。行，那你听话，跟在我后面。好，我跟着你。你不关心去哪里？不管去哪儿，只要有病人，我都会去。你也不关心病人是谁？有医无类。你就不怕是陷阱吗？我身无分文，手无寸铁，你要图谋不轨，早就下手了。你就真没什么想问我的？就算我有想问的，你也不会回答我。走吧。好凶啊！哦，居烈，那你在这儿等我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你是何时知道本王的身份的？回王爷的话，昨晚上就知道了。本王是哪里露出了破绽？回王爷的话，其一是王爷手上的茧子。王爷的茧子在虎口和掌心，这是常年用枪、刀、弓箭才会留下的痕迹。王爷的指节有力，茧子虽在，但明显变薄了，显然曾经武艺高超，可久已不亮了。其二，王爷背上伤疤狰狞，可见曾经深可见骨，却又愈合良好，只留下一条极浅的痕迹，非圣药难有此效。能有这么好的药，必然身份尊贵。其三，王爷身上穿的衣服不合身，显然不是您自己的，而真正属于您的衣服，只有什么？亵裤。你接着说。王爷的亵裤所用面料是贡品，乃江南绸缎庄所出，能用者屈指可数。还有您身上的熏香，是千金难买的伽罗香，南朝奇珍，可安神镇痛。综合以上4点，这全天下只有一人可满足。这么说，你早就认出本王的身份，故意在本王面前演戏。小人贪生怕死，只想蒙混过去。想来定王殿下心存仁厚，
是不会对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夫赶尽杀绝的。好一个贪生怕死、心地善良的大夫，你为何不加上一句“巧舌如簧，胆大包天”呢？你既然装作没认出本王，那为何京兆尹问你话的时候，你却故意隐瞒了在柴房见到本王一事？小人斗胆猜测，京兆尹问话的时候，王爷的人一定然会在暗处看着。如果小人说当日遇到了一个受伤的男子，一则小秦宫必查不出此人，小人百口莫辩；二则只怕小人还未说出下句，王爷的人就会在暗处出手杀了小人。而且小人不说，王爷的人也定然明白小人已经认出了王爷，同样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所以你回来之后，便假意对你的小丫鬟说：“你知道凶手是谁？”是啊，为了知道凶手是谁，王爷的人肯定不会当场就杀了小人。那等小人见了王爷，小人便能有一线生机。你为何觉得本王见了你，便能饶过一命？死马当活马医，小人这条小命虽然不值钱，但总归是要搏一搏的嘛。那你如此聪明，何不猜猜，能不能活过今日啊？王爷昨日没有杀小人，小人便知道王爷定是宅心仁厚。小人为人很老实的，出入小秦宫无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王爷驻守边疆多年，最知民生疾苦，定能理解小人的不易。你这番话骗骗京兆尹还可以，想要糊弄本王没那么容易吧？小人句句属实，绝无糊弄之意。小人看王爷的面色好像比昨日好上几分，许是小人的药还是有点用处的。王爷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小人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犬马之劳？你可知道，一旦与本王扯上关系，王爷，按压痰中穴可以暂缓王爷的咳喘胸痛。再辅以合谷穴，便能暂缓王爷现下的不适。你倒是义者仁心，也不在乎世俗之见。昨日在柴房，小人要是在意这些俗事啊，那恐怕王爷今日许是没有力气再审小人。传说中多智如狐、孤傲如狼、坚韧如虎的定王，不料竟长得如此端正。你在想什么？小人什么也没想。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枪，小心掉脑袋。
小人在想，王爷生得真好看。是小人有眼无珠，油嘴滑舌，生了一副老实模样，心眼却不少。那是王爷不了解小人，以后自然就知道了。小人可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，心眼儿虽然是多了点儿，但是心地是顶好的。随本王来。小姐，怎么样了？没事没事。王爷，小人从来没有验过尸。怎么，连王爷都不怕，还怕这个死人？小心，尸体上的血会过毒。多谢王爷提醒。不是想吃吗？为什么不要呢？他染的是什么毒？王爷，小人还需要进一步判断。王爷，您能给小人描述一下云想月毒发前后的症状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还十分正常。一盏茶功夫后，他便口吐鲜血，倒地而亡，并且周身都渗出了血液。那王爷跟他是否有接触？他倒下的时候，本王扶了一把。王爷，可否让小人再探探您的脉象？昨夜小人就觉得王爷的脉象十分奇怪，体内有两股气是互相焦灼的，可不知为何，却又气血翻涌，经脉紊乱。王爷，可否方便告知小人您的过往病史？王爷种过渊罗。渊罗花？你知道？小人在书上读到过。这个呢，就叫渊罗花。渊罗花是世间制毒之花。渊罗花生长在毒虫蛇蚁聚集的深渊之地，一旦沾上此毒，3日之内必将血脉凝滞，毒性一旦禁锢，7日必亡。你说的丝毫不差。王爷中了此毒，却又活了下来。小人记得这个渊罗花是没有解药的。刮骨疗毒，听说过吗？刮骨疗毒，那可不比渊罗花之毒好受。那王爷体内另
另外一股气是血沉丹。血沉丹，这个小人没听说过。血沉丹可解是世间一切的毒药，王爷服下的是世间仅存的一颗。哦，那王爷体内焦灼的两股气就是血沉丹和渊罗花，但王爷昨夜体内混入了另外一股气，导致两股药性失衡。之前小人还是有很多疑惑，此刻便是真的明白了。这毒是下在衣服上？正是，药涂于衣物，渗进经脉。但这不是毒，而是一种叫做还阳散的药。还阳散。还阳散是世间治补之药，涂抹于鼻息便可起效，因其大补，寻常人吃了会气血翻涌。而女子血脉纤细，撑不住气血，便会经脉爆裂而亡。你既然知道还阳散，可知道还阳散出自何处？配制还阳散的原料都非常珍贵，尤其是主要原料制仙果，1岁也仅能得10枚左右。而且还阳散的配制难度极高，10之5、6会有折损。能经得起这般损耗的，恐怕只……你是说，它出自于太医院？小人不敢妄自揣测。赦你无罪。小人以为，这下毒之人心思缜密，而且十分了解王爷的病情。他知道，若是下一般的毒，则会被王爷体内的血沉丹所消解。还有一个蹊跷之处，小人不知道，这云姑娘为何要换了侍女的衣服，而这贼人要取云姑娘的性命，亦不会未卜先知，把药事先涂在侍女的衣服上。所以小人怀疑，是那贼人事先买通了侍女，做了手脚。王爷，您可提侍女来审。那侍女昨夜被人灭了口。灭口？王爷，小人身家清白，无意卷入风波。小人若真想害王爷的话，昨夜不管王爷便是了，还免得搅入这滩浑水。不是，小人不是说王爷的事是浑水。能为王爷效命，实乃小人之幸。但是小人灭口。芷见，让芷墨送他们回去。是。王爷，在小晴宫事发那晚，何心就已经开始调查这穆卓华的身份了。念。穆卓华，怀州人士，江南首富慕容的庶妻女，原名穆琪。这姑娘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改籍换名。其父慕容，妻妾成群，子女无数。其生母顾一笑原是青楼女子，在妻妾中排行第3，早逝。
如果是这种家庭和出身背景，那他不怕声名受损住在花巷，倒也可以理解了。菊丽啊，其实昨晚我在小琴宫碰到定王殿下了。等会儿，过来。这信上说他在府里的外号叫书呆子，平平无奇，20年来从未出过江南，此番是他第一次入京。这慕容前些日子刚娶了第18房小妾，在这般环境下，还能把书读好，还习得一身医术，实属难得。小姐，你这一晚上就干了件这么大的事儿啊！这事儿大是不大，我只是担心，我担心咱们以后不会像现在这么太平了。那小姐的意思是，咱们彻底惹上定王殿下了？可不是嘛。那天晚上我除了装傻，别无他法。他虽然中了药，可是杀我还是有余力的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一命，就是希望他还能有点人性，也不至于说卸磨杀驴。那小姐，你今日还自投罗网？这云想月死了，我不能暴露定王殿下，就只有暴露我自己了。所以啊，我就拼了命的展示能力，表示忠心，因为装傻也没用了，只能让自己看起来有点用处。哎，小姐，那咱们现在算安全吗？只要这个定王殿下能确认我只是无意之中入局，那我想咱们这小命算是暂时保住了。穆奇用穆卓华之名，以乡试乙榜第25名考中举人，连他都能考中举人。这个名次，不显山不露水，按照他的本事，应该可以考得更优，他只是不想张扬罢了。王爷，此女颇有心机，只是不知她的心机到底是为了自保，还是为幕后之人所用，尚未可知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日进京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总觉着这个定王殿下好生古怪。我记得读书的时候，商老师曾经与我说过，说定王殿下功高震主，若非5年前大败伤了元气，这朝中肯定很多人现在是眼中有定王而无陛下。可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个陛下一直是体弱多病，他膝下有3位皇子，一个不服一个，所以定王殿下必定只有谨慎行事，低调作为，方是上策。但我就搞不懂了，那日他如此大张旗鼓的回京，是做给谁看了？不过他说的倒也颇有道理。你是说哪一桩？他说下毒之人非常了解王爷的病情，对王爷病情了如指掌者，又有几位？此事尚未查证，本王心里便有数。你去找赵院士，查一下穆卓华所说的还阳散，务必要查得水落石出，且切忌声张。还有，让直墨继续盯着穆卓华。是。手脚都麻利点啊，好好干。哎，好嘞。来了。今日啊，就是寿宁节了。陛下千秋，普天同庆。每年大宴之后啊，陛下都会微服至定王府来与王爷小酌。去，订好了啊。哎呦，你们2个呀，怎么毛手毛脚的呀？啊，非要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动手啊？哎，好好干啊！哎，好。多喜庆的日子，可这府里连个能主事的女主人都没有，全靠我这把老骨头。
好好干，啊！与定王殿下交锋这件事，那绝不后悔。万一能被他看中了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啊！小姐，你说这定王殿下也太抠门了吧？您都救他命了，他还不给您整金？别胡说，咱图的是定王殿下那点整金吗？那图什么呀？图帽啊！郭居烈，你这胆子不小啊，还敢让你家小姐我图定王殿下的帽？那不图整金还不图帽，那小姐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图的就是万一哪一天这周管事真要找到咱们，那定王殿下能拉咱们一把吗？哦，小姐说的对，那您可得小心点。没事儿，这一带是皇城，再往前你看，那就是城楼了啊。亮太也不敢当街抓人。陛下登城了！小姐，你看，还有定王殿下呢。陛下登城了！是小兵请的，恐怕也就是皇家中人。皇帝啊，每逢这万民安乐之时，朕就感慨，幸好你还在朕身边。陛下，这是您的福气，也是万民的福祉。即便没有臣弟在，也一定会有人帮您完成您的理想。你瞧瞧，老是把合该给你的好处往外推。臣弟才向陛下请赏，陛下便如臣弟的愿，重开了天下女子恩科。这份赏赐，臣弟可没有推之在外。皇兄，你是不是想念柔家了？娇娇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，她自幼丧母，又不是在朕身边长大。后来回到定京，这好不容易找到真心喜欢之人，却又天人永隔，这定京成了他的伤心地。自他去了江南之后，我们父女已经5年未见了。柔家确实有过人的坚韧，即便这些年都没有走出情伤，也没有让他一蹶不振。朕知道，如今他的积善堂遍布全国，民间都赞他。神女回来了！父皇，不孝女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你这狠心的丫头，皇祖母日日盼着你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皇祖母，孙女回来了。